好，欢迎回来哈，我们来聊聊国际间的话题吧。来看到川普呢，未来一个星期说要寄出200封的关税函，税率大概是10%到15%啊。他说大概就是这个区间呐。可是呢，到底谁会收到还不知道啊。至少台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很多人就在问，那台湾呢？来，中经院呢现在说了，台积电要扩大到美国，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算筹码有利谈判，所以认为我们的税率大概是15%到20%。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是不是对台湾相对的，对于邻国来比起来是会比较有利吗？好，打一个问号。原因是因为关税函应该要来了。川普现在的讲法是什么？而且他是跟全世界的人讲，他的讲法就是要调降可以2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会对你课高关税？就是因为你赚我钱嘛，所以你要把那些钱拿回来，要么投资我，要么就买我的东西，也就是那个钱赚太多了，要还给我的意思。关税呢，现在目前为止说已经收了大概3000亿。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川普他想，这些钱我们现在美国欠很多钱嘛，可以还债啊。不然的话，我来发退税支票好了，还钱于民。感觉呢，这个对于他的选民来说，他的国民来说，好像会觉得，川普是不是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就会赞同他吗？好，不知道，因为呢，时至今日，全世界很多做投资的、开公司的，对于这件事情，其实就要讲，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尘埃落定？欧盟到现在也还没谈好。好，冯德莱恩跟川普是已经通电话了，讨论关税议题。因为呢，明天他们要在苏格兰面对面的谈。那重点讨论什么？当然就是有一些争议嘛。其实他们先前已经有多次的磋商了。那现在面对面的谈，川普讲，你就是必须要用钱来买更低的关税。这还不白话吗？而且他甚至说了，现在达成的几率是5-5波，甚至更低，因为他觉得对方很急啦，其实很急着要跟我们来达成协议。看看现在已经达成协议的日本呢，其实就是大幅投资嘛，这个5500亿，而且呢，90%的获利全部是给美国。那川普就讲，那这个呢，其他人就可以照着办理。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他要大买美国的能源，还有100架的波音飞机。不过呢，这个冯德莱恩刚从中方回来，那在跟中方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说会就分歧来阐明立场。那大陆的外交部呢，也认为这一次呢，反正就是坦诚交流，来奠定一下基石。但是对于川普来说，关税还必须要搭配着这个税率的问题。汇率的问题呢，其实就关于联准会了。来看到这张图，川普呢，其实当时呢就给了他这么一张，他认为这里面呢有很多的成本都是有问题的。对于鲍尔来说，他是觉得说，你已经把那个5年前完工的那个成本也算在里面，那当然呢，这个钱就会不一样，双方一样，火药味很浓。好，反正呢，事后po文的时候，川普就讲了，反正呢，我能够一起去视察，我就会好好的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来看看川普的说法。Chairman, as you know, Chairman, come on over. It looks like it's about 3.1 billion. It went up a little bit, or a lot. So the 2.7 is now 3.1. I'm not aware of that. Yeah, it just came out. Yeah, I don't. You're including the Martin renovation. You just added our entire capital plan. Yeah, you just added in a third building. Is what that is. That's a third building, Well, including no, the but Martin building. it's a building that's being built. No, it was built 5 years ago. So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We're going to see what's happening, and it's got a long way. Do you? 好，你看到两个人的脸的表情，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气氛真的不是太好。好，不过呢，鲍尔现在也铁了心了。我就是不走，我就是要期任满，我才要走。他说呢，他其实是这么样的，因为现在绝对不走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现在如果下台了，联准会长期以来不受政治干预的自由，他很担心就不见了。那对于美国市场，对于全球的金融市场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就想请教一下彬哥，你怎么样来看？川普呢现在说未来1星期啊，当然啦，8月1号他不是就说一定要执行嘛？他要寄200封的关税函，税率大概10%到15%。台湾恐怕不太容易有机会在这一波里头了。为什么？因为他会寄出这种10%、15%，其实基本上就是那些绝大多数跟美国贸易往来没有那么密切的国家。
所以他就直接也不用谈了。实际上这么多国，全世界200多国，他怎么谈？所以他就直接发给你，反正他就是要调高关税，就对。那台湾的情况应该不会在这些国家里头，因为我们比较特殊，因为我们对美出超很大，所以这一定是个别谈。那问题是现在看起来情况很不妙，为什么？川普也讲明了，你要么就是跟我买东西嘛，要么就是投资我嘛，对，然后不然你就开放市场。而且他不是说你2个选一样，你是全部都要。那我们能够开放什么市场？说真的，我们对美国的市场，如果不会伤到我们产业的市场，我们早就全部都开放了。现在只要一开放，我们的产业就会受损。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开放到什么程度？我们的农产品扛得住吗？我们的其他相关产业扛得住吗？这个都是大问题。然后对美国投资，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承诺美国的投资，就台积电1650亿，然后国资会另外还准备了2000亿要去美国投资，那还要多少？因为日本跟韩国都比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小，然后日本要投资5500亿，韩国现在他们要求他成立4000亿的主权基金，那我们台湾3650亿够吗？这个恐怕就是大问题。那台积电，我们的官员包括中经院这些人很喜欢算说，我们台积电已经给美国了，你们还要怎么样？但是我一直要纠正这个观念，就是川普不是这样认为的，川普是认为台积电本来就是我的，一笔归一笔。对啊，他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一直认为我们台湾偷走了他的台积电，好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把这个做数，人家没当真啊，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当然希望像中经院所预期的15到20%，可是我觉得恐怕没有这么乐观，因为日本都15%，韩国现在是25%，对，然后他还没有再调降下来，我觉得恐怕没有办法这么乐观，搞不好台湾最后会落到25%以上。这个恐怕是一个大家都很担心的问题。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对我们的产业就一定是重创。不要忘记同一时间我们的这个汇率升值了12%，韩国在同一时间降了20%。那韩国是我们在市场上主要竞争对手。你想想看这个差距多大？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不容乐观的一个方向。那至于说他们跟美国跟欧盟之间的谈判到底是不是谈好？川普的意思是好像快谈成了，对。可是欧洲这边看起来是说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报复，所以到底怎么样不知道，这个不到最后一刻都很难讲。那我觉得双方也都是互相在猜测对方的底线吧。那只是对中国大陆来说，恐怕就是他还是走他自己的路，因为他预期虽然看起来美国对他之间是缓和了，可是双方还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所以未来这一切都还很难说。是，来请教游明老师。我觉得这一次整个川普的关税战分2大块，第一个是对中关税战，这个是一个单独的中美对抗，从川普1到拜登到现在川普2，关税战、科技战一个单独的逻辑，因为这是2强对抗。另外，它针对其实主要是它的盟邦国，包含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我们台湾也算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这些呢，就是他的盟邦，他的小弟。还记得1985年有一个叫广场协议，那个时候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5个国家共同调整干预汇率。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太高了，所以他一方面放弃了金本这个固定汇率，一方面去跟沙特阿拉伯谈石油美元，同时呢，要日本、德国，你们赚我的钱太多了，我现在受不了，撑不下去，美元霸权维持不住，你们把钱吐出来，这叫广场协议。我觉得现在进行的叫广场协议2.0。日本、韩国、欧盟、加拿大、台湾，过去我做庄，你们赚的钱太多了，你是我的小弟，我现在美元资产大家不重视，美国的经济碰到的问题，然后呢，现在美国的霸权受到中国的挑战。用科技战、用贸易战打不下去，压不下去，怎么办？你们要输血。所以日本3个层面：第一个，你要开放市场；第二个，你要对我投资；第3个，你要采购。所以各位其实是3个开放市场、投资、采购。投资跟采购不要化为一谈哦。所以日本现在开放市场，那针对汽车、针对农产品，然后呢？
投资5500亿，记不记得4000亿被川普在最后一个画面当中呢加到5500亿？他其实也对韩国提的是4000亿，但韩国反过来提1000亿，所以谈不拢，2+2的这个美韩的对谈呢取消掉。然后呢，采购日本也答应对美国采购几十亿，包含100架波音，其实采购无所谓。那这个投资啊，日本去年对美国的投资是850亿，它对全球的投资是3000亿，所以日本本来想4000亿，我怎么凑一凑凑得到？那结果呢，川普就说我要5500，而且必须要我赚90%。那日本就说，那我们做融资跟融资保证也算在里面，所以呢，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哈，这比较复杂的一块。换言之了，他又要这些日本、韩国、欧盟啊，你就是要把钱吐出来。一个是关税，你要缴关税15%，你想想看，日本去年对美国出口1500亿，如果全部15%，那会是多少？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联邦政府它可以收多少钱？然后呢，你的市场开放，我的产品出口，我可以这个帮助美国的企业，你要对我做投资，那你要对我做采购。其实各位，这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要小弟们，要美国的这一些这个追随者们，开始对美国的经济加码，然后呢投注，然后让这整个西方为主的经济体制，美国主导的美元霸权能够持续下去。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儿。其他的那些185个剩下的全球南方国家小国家，那都无所谓，他根本谈都不谈，他根本就一个税率丢过去，你要不要？不要就算了。那中国那是另外一个逻辑，那马上8月份美中之间就要展开谈判。现在中国因为稀土，因为市场，也因为各方面的这个发展，跟美国其实在整个谈判的地位上已经不相上下。那我们就看后续他如何跟中国谈。那接下来就是欧盟、韩国，然后呢还有台湾了。来请教一下小舰长。还记得吗？台积电的董事长，那在白宫的时候，川普是怎么样说的？他说，这个是最重要的人。从此之后，还有再提过台积电吗？没有了，因为台积电事实上来讲，对于川普来讲，就是你是欠我的，不然的话呢，就提高关税，关税伺候。那这个是从川普的眼光来看呢、那实际上来讲，我们现在讲这么多的关税啊，那还看到对于日本而言，他还要提出5500亿的这一个投资，但是这个投资，川普是怎么形容的？他说这是签约奖金。那签约奖金，我们要注意川普的每一个用字遣词，意思也就是未来这笔钱他还日本嘛，那他不是贷款哦，那他不还，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台湾是什么一个下场呢？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很快，大概就在这2-3天，我们就会看到结果。为什么？因为川普是会配合着你国内的政治来进行盖牌的，日本就是如此。日本选完第2天马上就公布，为什么不选前1天公布呢？选前1天公布，让他们这些农民知道这个石破茂是怎么样谈判的，所以他会配合的。那也就是川普是不是也同样的配合赖清德政府？现在盖牌，等到这一次的大选结束之后，他就先盘。但是川普这么做，其实我们看看他在国内的角色状况是如何。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川普现在他得到的47%的一个认同啊，这一个认同呢，其实增加了11%，跟今年4月刚开始对等关税的时候，而且这一个高度其实比他上一任期都还要来得高。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啊，川普其实我们大家其他国家很pushy他啊，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果然是有一套，他根本不怀疑，也就是说，我可以变成一张支票给家家户户。我们台湾这件事情确不确定要发，还等选举完才知道。但是我们来看啊，川普其实他在讨论关税的部分呢，也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支持。我们看到，其实超过50%的人是对他有意见的。那对他赞成的人，跟
反对的有17%的一个落差，然后我们看到其他项目啊，红色的代表的是共和党，蓝色的是民主党。我们看到，除了在这一个有关于医药，也就是 Medicare 的部分，其他各项我们谈到移民啊、关税啊什么部分，美国的选民是认为共和党比这个民主党更有办法处理的。这个反映的是什么？这个反映的也就是期中选举。那期中选举其实决定了川普会不会跛脚。好，其实呢，当然了哈，因为现在就是正在选举嘛，还有半个小时就投完票了，所以呢，他一定是在选举完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知道结果，因为8月1号执行嘛，所以不管怎么样，都一定是在选举之后了。但是对于大多数正在做贸易或者是呢做过跨国生意的人，大家想知道的是台湾现在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境界？台湾到底之后会面临多高的关税？这个会牵扯到人家整个未来公司的布局、未来营业的走向，所以是不是多少？希望美国高抬贵手，也希望政府多些资讯释放给人民。先进广告。好，现在在国际间呢，大家都在问这场战争真的要打下去吗？好，原因是因为呢，先前我们听到泰国跟检方这边都在讲说，是不是前来帮忙调停一下哈，没有要全面开战。结果呢，现在又看到在交火了。就在清晨的时候，柬埔寨这边呢突袭了边境，让泰军呢强力的回击，而且呢，现在在柬埔寨开火跟泰国之间开火的时候呢，柬埔寨就讲说，其实你是不是没有那么样的按照规矩来哈？透过画面呢，可以看到这个泰国军方他公布了军方用的无人机精准的投炸弹，然后呢去袭击柬埔寨这边的武器库。可是呢，检方这边的这个讲法呢是讲说，泰国呢还有在攻击他们，但是呢他们说他还有用集束弹药，违反了国际法。好，这个是柬埔寨的国防部对于泰国国防部这样的一个质疑。反正呢，双方都认为他觉得你打我的平民区啊，然后他觉得说你用非法用集束弹啊，没有要停的意思，所以呢也造成了泰国边境这边已经有13万人撤离了，甚至还有某些地区呢是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泰国的代总理呢是已经讲了，说现在他比较担心的是什么？是会演变成战争。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他的讲法是我们没有要全面开战，好，可是现在说了恐怕会演变成战争，但是呢他还说不要第三国的调解。但是呢，现在突然之间外交部改口了，外交部的讲法是，泰国外交部说星期五本来是优先寻求双边对话，暂不要第三国来调解，但是呢，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又说可以让马来西亚来调解。好，马来西亚是什么原因？马来西亚的原因是因为它现在是现在的东盟的轮值国，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安华就有出来讲话，希望双方不要再打下去。不是只有马来西亚东盟这边说话而已，包括了美国、俄罗斯还有中方，其实呢都有发言，都是呼吁大家立即停火，而且呢停止这个敌对的行动，然后双方克制，建立对话机制，希望呢可以来做促和促谈的工作。只是说呢，这个清晨又再次第3度的交火，大家也开始在看他们所用的武器是什么。检方这边呢说疑似用的是 RM70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那对泰国来进行轰击。那王毅的讲法呢，就是不管他们用的是什么，比如说中制的或美制的，但他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边境这一边的一些界限的划分，还有管理治理。他认为这些都是西方殖民者所移下来的问题，而且呢CNN 则是直接强调，这场仗呢，其实某些程度上面，你也可以看到美方的长期盟友，也就是所谓的泰国，他们用的包括第一批出去的是 F-16等等，而且呢，现在他们的海军呢说也开始要在边境这边来进行这个压制。所以呢，就是美方的长期盟友跟中方这边支持的势力，因为呢，大家都认为柬埔寨跟中方这边相对的关系是比较好一些的。那到底这场仗应该要怎么样来看？毕竟是在边境地带，所以呢，军事专家分析师认为，柬埔寨呢，它在地势上面这些士兵对打游击战可能是比较有经验的，所以不一定
军力强、火力强就可以拿到全面性的胜利。但是这也考验着美方现在应对着中国在亚洲这边有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呢，应对着自己现在在亚洲这边渐渐的，好像没有那么办法全面掌握影响力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在考验他的调解能力。所以请教一下小舰长，你怎么样来看？毕竟现在在这个边境的地方又再一次的回击了。那大家看到的是，他们其实你来我往，都是直接炮火攻击。我们看到啊，其实这上面的这个黄色的部分啊，就是泰国的部分；下面这一个粉红色的部分是柬埔寨。然后这一次所发生的地点不是单一的，是全线的啊。那但是我们讲到这个全部，也就是泰缅边境，一共长817公里，非常长的一个边境。那为什么大家包含了卫报，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来源。卫报他也是这么说的，也就是说，其实为什么边界发生冲突呢？其实也就是殖民统治时期的时候，他绘制的这一个地图，那也就是划分了两国的一个区域，才是真正的重点。例如说，我们讲其中一个博威夏市，博威夏市其实也就是在上面这里是泰国，下面这边是柬埔寨啊。那我们就会看到博威夏市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想象吗？这样子一个寺庙，它当然它已经是一个联合国认定的一个自然那个遗迹啊，但是它两国的分界竟然在这中间呢，也就是泰国在一边呢，柬埔寨在一边，但是柬埔寨这一边呢，其实它是在一个高地，而且它的后面，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侧全部是悬崖。那也就是它如何进行补给呢？那我们看到这里，也就是它用缆车，它直接用缆车，然后进行补给。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缆车已经是被泰国破坏了，也就是说泰国已经占领了这个高地，而且它已经在这里升起了泰国的国旗啊。那其实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是 BM-21的这一种火箭炮，这种火箭炮呢，它可以打30公里，也就是我们看到它这么一道一道都是火箭炮造成的影响。但是这种火箭炮千万大家不要跟那个中国大陆的 PCH-191划为等号它不是，它是1960年的产品，也就是它根本连 GPS 导引什么通通都没有，它就是造成一个面的杀伤。这也就是我们看到下面这一个便利商店其实伤亡这么严重的原因在此那但是我们另外如果看到空军来讲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泰国它使用的是施救的这一种最新是4.5代的这种战机可是如果我们看到柬埔寨的话，它这应该是2代都算不上吧？它这个也是在1990年的产物那但是它其实只能因应那个低冲突以及当作教练机而已。那现在这两国呢，其实都是精锐进出然后我们看到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这个那个 RM70 就是现在这个已经比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火箭事实上来讲是先进的多。那这一个也都还是柬埔寨的装备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还有一个防空炮，它这个防空炮呢，也就是现在为什么关闭1200公尺以下的领空，因为这个防空炮它可以进行拦截。但是我们这样讲，我们看一看泰国，我们刚刚已经看过它的空军我们看看它的自走炮它的自走炮可以直接打40公里，而且这是一个影片，如果你看它那个中间的过程也就是像我们台湾陆军在跳炮操那样，你会觉得他们非常的轻松。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柬埔寨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是想请教一下彬哥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次呢，就双方大家讲战力悬殊军力悬殊。泰国这边呢，有人说是3倍多，然后人力也是他们的3倍多。但是为什么军事专家每一次在讲边境的时候都讲，你不要只看军力，只看兵力而已，你要考虑一下地形，怎么看？不是，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就是泰国的军力当然是碾压柬埔寨没有错，但是你要去入侵柬埔寨吗？你应该不会做这种打算吧？那如果你不打算入侵它的话，那你长期跟他纠缠下去，你一定会造成你边境的经济跟人民的损失
那因为你也不可能直接一次把它歼灭掉，所以这就是麻烦的地方。除非你决心要直接把柬埔寨灭，那不然的话，你军力比他强又怎样？他就一直不断的骚扰你，你能怎么样呢？那实际上这本来就是长期以来的很多问题陆陆续续累积起来造成的。其实他们早在2011年的时候，泰检就曾经因为边境发生冲突，那后来呢，慢慢稍微平息一点，但边境的问题始终都没有解决，所以王毅才会说这是西方留下来的问题，就是当初划界，就是西方这些殖民帝国在那边到处乱划界，造成中国跟印度之间也是这样。那可是本来大致上大家有一个默契，就是暂停这些争议，我们就是各自发展经济。可是最近就因为先是一个冲突，6月多的冲突事件，然后这个贝东塔打个电话去之后就整个翻了。那贝东塔为什么要打电话去？因为他们塔信家族其实跟洪森家族是非常交好，是世交。那他是在一种绝对信任下，他摆的想法就是说我私底下我们动用家族的关系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就没想到洪森居然背叛他们，直接把这个录音全部都公布，就搞到现在贝东塔自己被解职，然后洪森自己现在一溜烟跑去中国大陆。没有，他人还在柬埔寨。对啊，他们本来说他溜去中国大陆啊，他马上开直播说我在柬埔寨。所以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就很诡异。那现在西方，你说美国虽然当然就是有，你看美国也好，俄罗斯也好，中国大陆也好，都说啊，这个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希望和平。可是你看三国有很强力积极介入吗？其实并没有。为什么？因为这都没有关系到大国的核心利益啊。所以他们也不是很在乎。那泰检中间到底为什么原因这一次事情会越闹越大？很多人认为说可能跟诈骗园区有关。因为当初诈骗园区里头本来就是双方的官员其实都有收了不少好处。那现在贝东塔因为迫于压力下，他要把诈骗园区结束掉，可是柬埔寨这边很多人不愿意，那可能就造成了中间的更多的问题出现。所以到底后面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利益冲突？但是对于整个东盟来说，大家希望赶紧先安定下来，因为今天辽国讲了说他们逮到了10名的柬国武装分子非法越界，就是当这边有这个一点纷扰的时候，邻国其实是会蛮紧张的，所以老大哥才会讲话。请教老师，泰国跟柬埔寨这个其实维持100年的边境冲突啊，它有历史恩怨。它也有边境上长期以来的这个冲突啊，那历史恩怨从高棉王国到泰国素可泰王国，到整个暹罗和法属印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南半岛，那整个这个冲突中间还夹个2次大战日军占领啊柬埔寨，所以现在的问题要再加上什么呢？国内的政治以及家族的恩怨，其实也就是洪森家族跟塔信家族之间本来是相当的友好的盟友，塔信逃亡的时候还躲在柬埔寨他家里面，所以呢，他的女儿贝东塔做总理的时候还打电话给他，叫他 uncle，然后呢，结果他把这个电话泄露出来，这不可思议。他为什么泄露这个电话呢？我个人认为他是在巩固他儿子洪马内的政治地位。他交棒给他儿子洪马内。送去西点军校还不够，然后呢要送去大陆这边，然后回来呢发觉还是不够，他自己继续做参议院主席，所以一个边界的冲突当然有助于他持续掌控内部政治。另外一方面，在泰国这边，泰国的军方一直地位都很高啊，可是你知道泰国的军力是全球第25名，柬埔寨是第95名，怎么边境打了半天你还是这样子被人家欺负？泰国内部有这样质疑啊。塔信家族也因为这个被洪森这个电话门事件，所以呢，贝东塔总理职位都没了，现在在调查中。所以这一次军方跟塔信要找回面子，本来一天就可以有一个解决的，但持续的累积，又是踩到地雷啊，又是攻打到人民。他们攻打到人民真不应该，因为长达这么长的这个边境啊，每天都有数万名的柬埔寨人员到泰国来工作，而泰国是柬埔寨除了中国大陆以外是最大的投资者，所以两边的经济关系是很密切的。那就像2011年也死了20多个人，这大事化小，然后呢，边境上这个冲突很难去
划分，因为连国际法院介入，双方都不接受，所以呢，现在变成就是持续，它会有一个紧绷，然后舒压一下。结果这一次呢，因为国内政治民粹化，再加上家族之间的恩怨，所以才会扩大到这个地步。大家晚安，我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今天呢，一直到等等的6点钟，新闻大白话都会在线上来陪伴您。画面当中的右手边可以看到的是呢，我们持续有外长的一些最新消息要提供给您。但是呢，也呼吁大家，现在3点钟还有1个小时的投票时间，希望大家尽快的出门投票，来完成您的公民权。我们现在介绍的是这1小时的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资深媒体人谢汉彬，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燕莹好，各位朋友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希望大家呢赶紧去投票。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哈，在今天要投票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投票通知单没有关系，只要你知道是哪一个投开票所，然后你前往之后没有带印章没关系，可以签名，但是一定要带身份证，能够让对方验明正身。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去到了这个投开票所，因为每一次都会不太一样嘛，左右要看一下好不好？因为有花莲的民众呢去就发现说，奇怪，为什么铁门在整修啊？没有啦，其实呢是可以投票，只是它更改入口要从绕个旁边从后面进去。那民众呢来到这边看到这个伸锁，想说安息不要那倒票，所以呢一直到后面才看到从侧门进入，他们就讲说，这个太小了啦，万一没看到没有去投票，那不就是丧失了他的公民权吗？而另一件事情呢，则是在花莲，今天天气是蛮好的，所以一大早呢就有出现了这个排队人潮，今天大太阳，而且呢再加上今天的台铁也有加开班次，所以昨天呢据说在花莲火车站这边就出现了返乡潮，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完成自己的投票。只是呢在每一次投票完之后，每一个人的心愿都是投完票之后，我们台湾是不是能够回归正常、理性、一个平和的社会？来，这一位傅昆萁今天要接受选民的再次检验，而他在投票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拜托柯建铭这2天不要再讲话，让我们有一个宁静的社会。傅昆萁呢，在上一次2024年，他在花莲这一边当选立委的时候，他的得票率是53.79%，他的对手张美惠呢，则是40.45%。那当然，在这一次的这个选举，我们相对比较近的，以及呢是牵动到这个蓝绿白3方板块的，我们都会用总统大选那个时候的一个得票率来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在上一回呢，赖清德2024这边得票率是24.78%，侯友宜50.5%，柯文哲则是24.72%。其实，在这一回呢，大家要看的是，到底选完之后会如何牵动到整个未来台湾的政治局势。因为这一回面临选民重新检视的立委，在立法院当中就24位。那未来在国会里面会不会也会有不同的状态？好，我们今天投完票、开完票之后，这个是大家关心的结果。在昨天呢，其实有一个司法院大法官的人事同意权的投票，结果呢，这个记名投票最后蓝白联手是全投不同意票，7位的被提名人都没有通过。但是必须要注意的是，即便是民进党现在呢，柯建铭总召他们是开放投票，其中有2位，包括了陈慈阳，还有包括了詹正荣。很多人是投不同意票的，所以呢，民进党自己其实也跑跳了，并没有接受赖清德他所提出来的7位大法官没有全面性的接受。柯建铭的讲法是说呢，是因为他们认为被提名人打脸了总统，因为呢，在到立法院这边来接受人事被提名的这个质询备询的时候，他们2个人的讲法，对于柯建铭来说，他觉得是有打脸总统的疑虑，所以他不会接受。所以呢，他也强调了，他们立法院是民进党团是开放的，尊重大家投票。赖清德自己提的人没有被自己党里面的人接受，没有被立法院接受，他当然是表达高度的遗憾还有忧虑。但是对于所有政治观察的人来讲，大家想问的是，
民进党团不是第一次公开反对你所提出的人选哦，在上一轮也是有一个人，而且那一个人是叫大家都没有投票，开放大家，结果全部都没有投的。那赖清德总统，你在提出你的人选的时候，是不是有先跟这个党内自家人先来了解一下大家怎么样的看法，先来广集搜集一下所有人对你这一次提出人选的意见呢？连2次的突袭，那是不是某一些层面也代表着需要多沟通，需要对话，以德服人？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想请教一下彬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好，今天投票距离4点钟还有1个小时，鼓励大家出门投票。但是呢，投开票所如果说呢看到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其实旁边都会有选务人员可以问呐哈，而且一定会有告示牌，也提醒大家记得投票。来请教彬哥。对，难免会有一些投票所会更改，像我家那边就改了，那其实也还好，就稍微看一下就知道。那大部分应该都还蛮顺利的。那今天早上我去投票的时候，其实现场人蛮多的。我是8点出头1点我就去投票，人很多，因为通常很多人都会赶第一波啦，因为第一波就是先投完，赶快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出去玩啊或干嘛都 OK。那刚刚台北市政府有说，估计台北市的投票率大概是在55%到60%左右。你讲是到几点钟？到差不多就整个结束，他认为到最后应该会到55%到60%。哦，他的估算值。对，所以这次投票率比大家很多估算想象中都高，因为过去补选不是补选，过去罢免投票率最高是陈柏惟那一次，也才51%左右。那这一次可能搞不好普遍性都会超过到55%左右。对，但最后还是以中选会公布的为准啊。当然，这些都只是推估值啊，未必是一定，而且每个地方的情况有点不一样。那花莲是到中午以前是33%，所以现在看起来也是应该会过50%左右的样子。所以表示这一次大家都很认真参与这件事，不然过去这一种非大选型的选举，通常投票率都很凄惨，都在40%以下。所以，然后我就表示这一次不管正方或反方，都成功的把自己的支持者吹出来。那剩下就看大家比较谁的支持者多嘛。所以谁胜谁负，这个还很难说，都在未定之天。但是毕竟这一次被罢的全部都是蓝委，那他会在这个地方选出立委，表示这个地方蓝军相对是比较有优势。不然他怎么会当选立委，对不对？所以就是要罢免他们的难度，当然不会像大家想象中那么高了。所以我觉得再看嘛，那很快我们大概再过几个钟头，以现在开票的水准来讲，可能5点多就大概知道胜负结果。不过今天因为是罢免跟反罢，所以他可能要开到最后一张票，你才能够理解，就是最后比较，除非有很悬殊啦。对，我觉得很多地区应该是蛮悬殊的，对啊，理论上是这样。那至于说大法官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赖清德不喜欢跟在野党沟通也就算。他自己身为一个双少数总统，照理来讲，他应该要到处去找人家沟通，到处去争取支持。结果不是，他明明是双少数，他就每天蹲在那边，然后自己高兴想什么就想什么，要推什么就推什么。然后推个大法官已经第2次了，你说被在野党挡也就算了，大家意见本来就不同嘛。你被你自己执政党都一直杀，上一次刘静怡那个是直接封杀，那这一次是开放投票，开放投票还是被自己一半人跑票，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代表赖清德过去为什么在民进党内是狗叫，就是因为他的个性问题嘛。他有严重的性格缺陷，他就是不喜欢跟任何人沟通，他就是只想干他自己想干的事。你看，他连自己党内的支持度都争取不到。正常来说，你这次第2次提名了，通常要比较谨慎一点，你要先把这些人选介绍给你们执政党的立委，然后大家来沟通，看他们彼此意见有什么不同。那如果先有意见不同的话，就先把人选换掉，换一个你们自己执政党立委喜欢的人选啊，至少你自己党内先支持他吧。结果他完全没做这件事，他又是自己列一些名单，自己就丢出来。那这2个大法官主要被挡的原因是一个是因为废死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也是跟民进党的价值不同，对啊。那所以跟民进党的价值不同，那你叫民进党立委怎么支持，也很难支持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就不知道赖清德自己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还是他觉得无所谓，反正我就丢出来。其实本来民进党想要运作什么，你知道？他为什么故意在这个节骨眼丢出来？他们本来想要操作一波是，你看吧，蓝白什么东西不管就是封杀，
你知道他们本来应该是要操作这个东西，结果没有，他们自己都打，那你就没办法操作了，就变成你们本来设定好了一个棋局，民进党没有办法去完成。所以我真的觉得赖清德脑袋怪怪，就是他不知道沟通是民主最基本的价值吗？其实他上任这1年多来，立法院会乱成这样，最重要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因为民进党根本从头到尾就不想沟通。很多他们自己在外面到处散布谣言说都是蓝白在乱挡，蓝白乱删预算，蓝白不愿意沟通。实际上，只要任何一个看过国会转播的人都知道，不愿意沟通的是谁，就是民进党。所以这就是赖清德下的指令嘛，从头到尾就是硬干不沟通。那以后赖清德恐怕有更多的苦头可以吃。好，来请教一下尤明老师。我在这边呢，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我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在政治学系教书，虽然我是主修国际关系，分析国际事务，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觉得过去没有很深刻的在提醒我们台湾社会，今天我们台湾的民主制度跟一些法律，其实已经渐渐的离民主的原则其实越来越远，而且甚至我觉得这一次整个选举罢免法针对国会议员的这一部分，我觉得是有违宪的这种之余，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现在会出现一个双少数的总统，那就表示什么意思？人家有总统制的国家，直接选总统，除了美国这个最特殊之外，通常都是2阶段，也就是第一阶段如果没有人过半或过45%，那你就前面2位要进入到第2阶段的投票，也就是你总统要取得这么大的权力，你至少有一个广泛的民意基础支持你，这个才能够让你未来行使政治权力比较能够得到广泛的这种授权跟支持。那另外一方面，这一次这个罢免，我讲了很多次了，我再讲一遍，全世界别的国家没有针对国会议员的罢免，美国没有，日本、德国、法国、西班牙通通没有。南韩的制度是必须要过半，它从来没有实施过。我们这边呢，1%、1/10、1/4，修过的新法也没有变。然后呢，用在议员的身上很奇怪，无法罢免；用在市长的身上也很奇怪，事实上很容易罢免。而国会议员更是如此，还会出现集体罢免。各位，石破茂首相在日本这次参议院他选输了，他觉得那个参政党那个右翼的党不可以，我把他罢免可不可以？川普可不可以说我把那些民主党的参议员通通罢免？他能这样子搞？那为什么我们台湾可以这样子搞？而且还不准他，人家4年选举，日本去年被罢免一个知事，2个月之后回来补选，他选上，因为议会全体罢免他，但是呢，人民支持他的政策，这叫民主政治。而你罢免国会议员，因为他什么？因为他的法案，因为他的政策提案。各位，过去民进党搞这些提案，比国民党更温和吗？那严重太多了。国民党从来没有说要去罢免谁呀，因为这个罢免制度是2016年民进党第一次在国会取得多数的时候，王定宇等7位立法委员加上时代力量7个提案，才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法律。所以我很抱歉，我在那个时候就没有大声疾呼这个有问题，这个违宪。为什么呢？我们宪法不是说吗？立法委员行使法案投票，在院内跟院外的，就是这些投票跟言行，不负责任。所以法律宪法保障他，他不会因为他投票或怎么样，他反对大法官，所以要把他罢免他。罢团里面有一个就是他们反对大法官。好，我们其实呢，在今天因为是投票日，所以有很多的内容、太多的细节我们并不触及。但是我们呼吁大家，到目前为止到了4点钟，其实呢还有时间可以去投票。但是呢，确实在昨天的这大法官的投票当中呢，是看到了，因为民进党他这一次这个赖清德算是第2次了哈，第2次提出了他7位大法官的提名。上一回呢，当然蓝的这个部分不同意，然后呢，刘静怡却是被他们自己的人给封杀了。那这一回又有2个人开放投票的状况之下，但是呢却
没有，就一半的人跑掉了，所以大家其实想讨论的就是，那到底你在提出这个人选的时候，有没有先讨论一下，至少内部先取得一些共识呢？来请教一下萧监长。我们必须要谢谢老天爷，也就是今天给中部以北一个不错的天气，让大家都有一天可以当家做主的机会啊。那刚刚我们主持人不断的在呼吁大家投票，不过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啊，那因为我从文山区到内湖来一路上车都很多，如果你要投票的，千万现在就出发。不要压线，因为压线你可能停车是问题，然后交通是问题，所以现在就赶快出发。那至于说刚刚讲到换投票所的这个部分呢，在花莲他没有换投票所，他只是换个门而已嘛。那我个人，我们家投票那地方还真的就是换了投票所。不过呢，换投票所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这个里长那他早早的。就在家户前面都有那种公布栏嘛，他就已经张贴这个相关的公告，告诉大家这次投票不再是以前投票的地点。然后呢，在那个除了这之外，他还家家户户的都发送了这个公告，也就是告诉大家这次投票的地点在哪里。然后当然大家都会特别注意，但是我最惊讶的是，今天我到经过原来的投票所前面。他前面还有一张告示，告诉大家说：“今天这里没有投票，投票要怎么走，连地图都画出来。”所以我们这样讲这个为什么重要因为每一次投完票之后无论是胜方或负方，大家都在抱怨说有作票之嫌那也就是今天投完票之后，其实这个所有的这个被罢免人或者是那个主张罢免的这一方都应该派出相关的监票人员进去监票，然后不要到最后又沦为都市传说或讲鬼故事的部分那至于说赖清德总统他不沟通，这个也不是第一次。那其实我们看看他对于台南的陈亭妃有沟通吗？没有沟通。他对于高雄的林岱樺有沟通吗？也没有沟通。他唯一沟通的就是当大家受灾的时候，要大家自己去爬屋顶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另外还有一个没沟通的，相信在礼拜二之前我们就会看到那个，也就是我们现在有关于关税的部分。那关税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后面会讨论但是我必须要这样讲这个也就是每一次选举的重要性，选错了，那例如说像乌克兰就是选错总统的下场，那所以每一次的选举都要谨慎的投下那神圣的一票。好，希望大家呢在今天能够赶紧的去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原因是因为今天在全台将近有680万位选举人你是有拿到这个投票通知单的，请赶快看看上面是哪一个投开票所，去完成你的公民权利。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